Hello，大家好，我是伟全，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新的拍摄场景啦。那首先我要说声抱歉，这个背景呢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下。那因为我这里的这个地方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可以选择来进行拍摄的地方也不多啦。所以呢，这个是我暂时选到暂时最好的一个地方啦。那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一些瑕疵或者一些问题啊。那当然，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让我知道，我可以改善的话，我都会尽量去做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也就是我们很快就迈入到了10月份，也就是今年最主要、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月份，也就是甲戌月。那这个甲戌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的一个能量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然后同时呢，带来一些什么的机会呢？所以我们这个视频就来了解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甲戌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甲戌，我们的年呢是甲辰，所以我们这个戌跟辰是属于一个相冲的情况。那这个相冲代表的就是在这个月份，我们的能量呢会比较动荡，会比较不安稳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动荡是源自于哪里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甲里面得到一些提示啦。甲呢，通常我们代表的是领导，一种主导权，它是一种很有领袖精神的一个元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甲跟甲，然后下面呢戌跟辰是对抗的，所以呢，它代表的是会有两派，尤其是可能是在政治上、权力上，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见、一种价值观的一个对抗。那这两派的人马呢，都想要得到这个主导权，就是这个控制权。那我这里呢，不是要去预言或者要去预测，我们在这个月份会看到一些什么权力的斗争或者一些权力的转换。那因为我们这个能量呢，它只是说我们这个月份更多的是一种每个人都会想要掌握那个主导权，因为我们这个能量呢会影响我们这个外在的能量，会影响每个人的这个思绪、这个情绪，他们呢都想重新掌握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会觉得另外一派或者对方呢，也是要跟他去抢夺这个主导权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月份，你会看到呢，在你的工作环境或者你身边的人他们呢，因为受这个能量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好像做事呢比较鲁莽，或者有自己的主观意见比较强。主观意见，所以这个代表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去主导的事情。那你就要去想，你自己本身也是不是受这个能量所影响，去跟他做一个对抗呢？那如果你相信的那个意见或者那个价值观是觉得值得你去维护的，值得你去坚持的，那当然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啦。那如果只是纯粹的是一些面子问题，一些意气用事上的一种情况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最好避免啦。因为呢，在这个月份你每个人呢都是受同样的一个能量影响啦。那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的就是避免大家去做一些傻事，或者一些让自己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的一些事情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混乱的一个对抗的一个能量的话，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要对抗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维护、我们要保护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如果是一些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界限，我们相信的一些东西，那当然是可以。
那接下来呢，这个对抗啊，不一定只是对外的，它很有可能呢，也可以是对内。所以呢，内在的话，它代表的是你可能呢，对你自身的一些情绪或者一些思绪啊，也会特别比较多的一些冲撞，然后你有一些挣扎，所以呢，你会很想要，好像要抓回来，你要重新掌握回你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感受啦。那我可以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在这个月份呢，尽可能让自己有多一点的休息，让自己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思绪啊的问题啦，然后去思考啊，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因为通常我们在这个冲的情况的时候，代表呢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需要动起来，所以呢，你能够做的就是选择你要改变什么，选择你要动什么东西啦。OK， 那这个问题呢，你们就要自己去思考。给自己一点时间啊，我们这个月份呢有30天这么长，你们去思考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回到来也是看这个甲戌月的能量。大家可以看到啊，甲跟戌，戌里面呢主要的气啊是一个戊土，所以呢甲会克这个土 ，OK， 甲木克戊土。那当它这样子克的时候啊，我们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偏财，所以可以看到呢，甲木啊在控制着这个戊土，然后呢，它会带来一种偏财。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是要买彩票吗？其实不是的 ，OK。那因为啊，我们代表的是啊，我们这个土，尤其是戊土，它被这个甲木去控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呢，就是这个木啊，这个甲木是一棵树嘛，所以呢，它生长在这个戊土，也是一座山，它的形象是一座山的时候啊，你们是不是可以想象那个树的根啊，开始生长在这个泥土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啊，那个石头呢，或者那个土壤啊，都会被松开。那更不要说啊，我们这个月份也的那个戌啊，也会跟辰是相冲，所以呢，它肯定的是这个土壤呢是会松动起来的。那当我们在八字里面这个土壤松动起来，尤其是戊土动起来的时候，它会很多时候带来的是机会，带来的是新的一些所谓的财富。因为偏财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财富。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啊，我也会说，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混乱，但是呢，它也是代表着有很多的机会等待大家去争取啦。那你就会问，那难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吗？不一定啊 ，OK， 取决于你要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这个月份呢，其实也已经给了你一些提示，就是要做甲木 ，OK， 你要做甲木。那我刚才说了，甲木就是一种领导、一种领袖的精神嘛。所以呢，谁可以在这个比较混乱，在这个对抗，在这个权力转换的这个阶段里面，谁可以展现出真正领导精神的那个人，就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了。那你们可以去想啊，什么是领导精神呢？要如何成为一个领导呢？那对我来说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愿意承担完所有的责任的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做领导吗？其实不是的。真正可以做一个好的领导啊，就是他愿意承担完所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啊，可以是在工作上，它代表的是他下面的员工，他的属下，只要做任何事情，有做对的，做错的，
还是什么，他都愿意承担。他可能做错了一些事情啊，或者出现了一些状况啊，需要有人去解决，需要有人去承担的时候，他都愿意去站在前面的那个人啊。那你会看到啊，其实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还是很多地方啊，他们不是真正的领袖或者一个领导，因为呢，通常啊，你会看到就是他们都先甩锅给他的下属，就觉得为什么员工你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那但是呢，其实啊，一个真正好的领袖，一个真正好的领导，是可以去承担所有这些错误，或者愿意付出那个代价的一个人啊。因为通常真正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子做，所以呢，他下面的人，他的跟随他的人啊，才愿意留在这里继续跟随他，或者呢继续帮他做事情啦。所以呢，我们回到来这个月份的话，谁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谁愿意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的话，谁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了。所以呢，你们要问啊，你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那这个提问啊，不一定呢是要运用在你的工作上，其实你的个人的生活上，对你自己本身，如果你可以去让自己啊完全负全责 ，OK， 你自己的生活作息、你的饮食、你的感情生活、你的理财，所有的事情呢，你都愿意说，对，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去改善它，我愿意去让它变得更好的话，那这个月份啊，对你来说就会是非常好的一个月份啦。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二点也是讲了很长 ，OK。好，那我们来到第三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月份有的吉凶星是什么。那首先吉星的话，我们有国印还有月空。那国印啊，它讲的是一种信任，因为它就这个吉星呢，它原本的一个意象啊，就好像皇帝呢，就是最高的一个领导，他给了你一个盖章 ，OK， 所以我们才叫国印嘛。所以呢，这个盖章呢，代表的是他对于你的一种信任，他愿意把一些责任、一些工作交给你去处理。所以呢，我们有国印这样子的一个吉星，代表的是你在这个月份啊，如果你是做对的事情的话，别人对你的这个信任啊，其实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那这个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第二点的话，也是蛮契合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能量比较动荡的时刻，谁可以展现出那种责任心，或者展现出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的话，其实那个人呢是会得到最大的一个信任感，就是别人对他的一个信任感啊。那第二个吉星呢是所谓的月空。那月空呢，它讲的是一种谅解，或者一种圆满，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圆满消解一些别人对你的仇恨的吉星啦。所以呢，它代表的说可能在这个月份，你很多人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呢可能会比较冒犯到或者得罪到某一些人的情绪，或者呢没有照顾到，那这个月空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消解掉，去解开别人对你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至于凶星的话有什么呢 ？OK， 我们就来看有岁破、大耗、栏杆还有炮尾。那结合这四个来看呢，基本上它代表的就是冲动或者压力。因为大耗呢，就是很放肆的去花钱，所以呢，你可能会容易出现冲动型消费。你感觉呢，哇，突然间要买一个很贵的东西，
那栏杆呢是代表有一个阻隔，有一个障碍在前面。那炮尾呢是一种你比较提心吊胆，你会很压力的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改变一些东西啦。那这4个凶星呢都代表它会影响你的情绪，做事比较冲动一点，比较鲁莽一点，或者呢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焦虑还有压力。所以呢最好的建议啊就是尽量呢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那做任何决定之前啊都先缓一缓，不要让自己这么冲动，去思考一下。那如果那个事情是真的你觉得我应该要去做的，我要去改变的，那你就去改变。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说 OK 我要改变，那我就直接去到那个人面前，然后盖他一巴掌，然后跟他说我辞职不干了还是什么因为好像你其实可以选择以非常温和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去做这个改变啦。OK， 我们不需要呢去得罪别人，或者呢去伤害别人的一个感情啦。那以上呢就是3个我们在这个甲戌月会有的一个能量情况，还有我们要去如何应对它啦。那接下来呢，我就会针对10个日主，他们要如何去利用这个能量来做一一的分析。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大家要需要懂自己的日主是什么了。那我这里呢就不再去跟大家说要怎么找自己的日主，大家可以上网随便找呢就知道自己的日主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进入10个日主。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到的是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比肩还有偏财的月份。那甲木基本上呢就是跟这个月份最契合的一个日主啦，因为我们看到甲戌，那我们年份呢也是甲辰，所以呢你是同时也是甲的话，代表呢这个月份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跟你是属于同频的，因为甲木嘛。那基本上你们只要跟随我刚才的1、2、3点去做、去思考的话，然后真正的去想你要改变的一些事情是什么。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事情要改变的话，那你就要接下来要问的是，我愿意去 take up，OK， 愿意去拿起这个挑战吗 ？OK， 你问你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要去面对了吗 ？OK， 那如果答案都是的话，那恭喜你，你会得到最大的一个好处啦。OK， 因为我们有偏财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对甲木来说你们的问题只是是或者不是。然后如果你说不是的话，也是 OK 的。只是呢，你会比较痛苦，或者呢比较不舒服，因为毕竟你还是跟这个月份的能量是比较同频的，所以呢，你说不是的话，有一点像我不要这个好处，但是呢，我要玩所有它的坏处。OK， 那如果你回答是那就非常好，因为你同时有那个动荡那种不好的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呢，你也是有好处 ，OK， 因为你经历过了这个比较动荡、比较挑战的一个时期过后，其实呢，你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好处啦 ，OK， 所以呢，大家就选对的一个选择啦 ，OK， 尤其是甲木。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的话走的是劫财还有正财的一个月份。那乙木跟甲木呢就不太一样，它的一个策略是有一点像找到这个甲木，然后跟它做一个配合。所以呢，乙木在这个月份，你反而呢可以通过一些所谓的合作或者一种伙伴的形式，来得到这个月份的一些好处啦 ，OK， 因为我们正财的话，通常也是代表一些 reward， 会有一些奖励在那边。那你要得到的这个奖励的方式是通过劫财。劫财呢，就是你要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呢，在你的
工作场景里面，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或者这个人啊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你就来跟他来做一个搭配这样子啦。那当你跟他这样子做一个搭配的时候啊，你就会得到这个月份可能带给你的一些奖励啦。但是呢，乙木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还是看到劫财跟正财同时出现在这个甲戌里面，所以呢，我会说啊，乙木你们要留意的是你们的这个合作关系，你们这个合伙关系啊，你们的那个利益分配上要比较留意，因为呢，它可能呢是你以为呢，你跟他在一起合作会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后来发现，哎，不是我 ，OK， 因为有一个劫财在那一边，所以呢，有可能对方呢会拿掉比较大的一个好处。那你们就要去思考了，你愿意只是拿一点的好处，还是要拿比较多？那如果你只是拿一点的话，你更看重的是这个合作机会，你更看重的是跟这个人啊可以打通，然后建立起一种关系的话，那个后面的奖励不那么重要的话，那当然 OK。那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投入了这么多，我也想要拿到一些应得的部分的话，那大家就要跟这个你的合作伙伴啊谈，跟你们要更留意一些细节啊，或者你们有签任何合约的话，也多留意一下啦。好，这是乙木。那第三个，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走的是偏印还有食神的月份。那丙火啊，在这个月份呢，我会说啊，比较迷茫一点点。那这个迷茫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偏印跟食神啊，代表的都是一种 idea，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点子，或者很多的想法，尤其是新的想法。同时呢，丙火啊，又是一个非常宏观。他们呢都是喜欢很大的一些事物，他们看事情呢都是会比较大一点的一个人，所以呢，当他们结合这两个能量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得有一点空泛。你们的想法，你们想要做的一些东西，你们的点子啊，就会变得只沦为空谈，而没有去实际的去落实了。所以我觉得啊，对丙火的一个建议，最好的就是尽可能只集中在其中一个点子就好。你们在这个月份呢，可能会有10个、100个很多的 idea 突然间涌现，然后你们同时呢又很享受再去思考这样子的这些点子。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让自己只挑选一个，专注在一个点子上，然后去问自己我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当然，如果你这个丙火啊，如果你现在走的一个情况是很多的局限，很多的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围绕着你的话，那你其实啊反而会是一个好处，因为呢，这个偏印跟食神啊都是可以给你很多创新的一些解决方案，然后去可能让你有一个新的理解，一个新的手法去解决你面对的问题啦。但是啊，大家还要记得啦，到最后你还是要去落实，不要只是单空想，记得行动最重要。好，这是丙火。那第4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走的是正印还有相关的月份。那丁火啊，在这个月份呢，走的一种情况啊，有一点像你呢满口都是道理，满口呢都是知识，然后别人呢会觉得你有一点高高在上，或者呢别人会不太能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OK， 所以呢，丁火啊，这个月份呢，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啊，是把你所懂的东西，把你之前学过的，你所理解过的，就是所谓的你个人的一些专业啊，通过一个很浅白、很容易理解
的、很亲近的一个方式啊，去传达给你需要聆听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孩子啊、你的学生啊，还是任何人都好。因为呢，我们有正印跟伤官嘛，正印呢是一个很学识、很多资讯、很正统、很追求准确性的一个能量。所以呢，我们有伤官去配合这个正印的时候啊，就好像你看到一个人呢，他满嘴都是道理，而且呢又有一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感觉，觉得呢他都是对的。所以呢，丁火啊，你们就要尝试让自己用更亲切，展现你们原本丁火有的一种温暖的特质啊，让人家可以更容易理解你所懂的一些专业，或者呢你所要表达的一些道理啦。不然的话呢，别人啊也是还会把你视为好像丙火这样子，有一点高高在上，或者呢有一种空谈道理。那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一个情形。好，这是丁火。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走的是七煞还有比肩。那这个戊土啊，跟这个甲木呢也是有一点相似的，因为它跟这个月份的能量啊，也是算比较同频的。你要去如何应对这些外在的一些挑战，然后要如何去面对外在所给你的一些问题啊，让你自己呢可以去更好的去应对它。所以呢，你可以说啊，戊土呢是有一点要防守，还要比较被动的去防守，让自己啊建立起某一种的坚韧，某一种的坚固。因为戊土是好像一座山嘛，所以呢，他要继续加固他自己本身，要如何去面对外面这些比较动荡所带来的一些挑战还有问题了。那戊土啊，基本上你要做的就2个事情。第一个呢，你可以多一点回看自己，你们的内心啊到底够不够稳。很多时候啊，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工作的问题啊，很多时候不是外在所导致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内在不够坚强，不够的稳定，所以导致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素质啊，去应对这些问题啦。所以呢，第一步你可以做的是先看自己的内心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也是有比肩嘛，所以呢，它代表的是你可以找跟你志同道合或者朋友呢，跟你一起去面对。所以呢，你在工作上，你可能可以跟你找比较同频的一些同事啊，或者在生活上就跟你同频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呢一起去讨论啊，要去思考要怎么去面对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啦。好，那第6个呢，我们来到己土。己土走的是正官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己土啊，在这个月份呢，就有一点像外面的世界啊都很混乱，身边的人啊都在动起来，都在进行一种对抗，一种改变。但是呢，你呢反而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你要做什么呢？是保持某一种的规律，保持生活正常的作息，也就是所谓的 routine 啊。所以呢，当你在维持着你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呢在这个月份啊会提高你的竞争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别人啊可能会看到你啊，觉得这个己土的人啊，哇，他好像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坚定，或者他就算外在的世界怎样的改变、怎样的混乱，他还是可以坚持的做一样的事情，或者坚持住他的一些价值，他的一个系统。
所以呢，反而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别人反而觉得，哎，你是一个可靠的，或者呢，他觉得你是具有一种可以维持这个组织，然后带领大家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不一定呢要成为那一个主动出击。虽然我说啊，前面1、2、3点呢，你要比较主动出击去改变，但是可能对己土人来说啊，你们另外一个可以选择的策略，反而呢是坚持你原本在做的事情，然后保护好这个规律，保护好这个所谓的系统的时候啊，别人反而觉得，哎，你是一个适当的一个领袖这样子。所以当你啊真的这样子做的时候啊，反而呢可以好像黑马，也可以异军突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好，那第7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走的是偏财还有偏印的月份。那庚金啊这个月份就蛮有趣的，他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去看一些大家都没有在看的地方。我说的看啊，其实就是去关注或者去挖掘啊某一些领域，或者呢在你的工作里面有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职位啊、岗位啊，大家呢都忽略了。OK， 大家呢都不想去理会的一些地方，你呢可能在这个月份啊往那边去看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啦。因为对庚金来说啊，偏财是机会，新的机会；偏印呢，我们要用一种比较另类、比较常人没有去想过的一个方式去找这个机会。所以呢，我才会说啊，你在这个月份多留意 ，OK， 去一些所谓人少的地方。这个月份呢，可能大家都会一头热啊，或者他们会都关注在最大的2个对抗 ，OK， 可能有2派人马他们在对抗。那你呢，就好像不看这个对抗，然后转头，然后去找在这个地方里面是不是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些角落，或者大家忽略了的一些人啊、一些事情啊、一些项目啊，是没有人要去做的。那你只要往那边看，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机会啦。这个是庚金这个月份可以做的事情。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辛金啊，这个月份呢，有一点像要收起你的这个光芒，因为辛金啊，很多时候呢，就是比较想给人家看到，或者有一种表现的欲望，一种特质啦。但是呢，这个月份呢，反而要你的是把它收起来，然后埋头苦干，专注去做你手头上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这个正财跟正印啊，都是一个可以让人非常专注的能量，所以呢，对辛金来说啊，你的身边的人或者外在的世界，虽然说会比较动荡、比较乱一点，但是呢，你呢反而是可以去专注的一个日主。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大家都在进度变缓啊，或者进度延迟很多的时候，你呢反而是可以超前的，把你的进度啊跟大家拉开来，然后你比大家都快，因为呢你有更多的时间，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专注力啊，去完成你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啦。所以我觉得对辛金来说啊，就不要白白浪费这个月份带给你的一个专注力。好，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食神还有七煞的月份。那对壬水来说啊，这个月份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多阻碍、比较多阻扰的一个月份。但是呢，你们的好处是有一个食神的能量在帮助你们。那这个食神啊，代表的是一种创意的思维，一种的点子，或者跳出框架去思考的一个能量。那这个形象啊，其实是很容易想象的。
戊土呢就好像一颗大石头或者一座山。那壬水呢，当它流经过这个石头这座山的时候，是不是遇到一个阻扰，对吧？所以呢，它要想办法去绕过它，或者呢把这个石头啊去解决掉，或者呢去劈开它。所以呢，他们用的方式啊，可能就是用甲木。OK， 甲木呢可以克这个戊土嘛，所以当它克的时候，这个戊土呢就好像破解了，所以呢这个水啊就可以流通了。对壬水来说，所以啊我们这个八字的五行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用一些图像来让自己啊更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甲木对壬水就是食神，所以你们要用的是一种比较创意、一种跳脱性的思维。一种全新的思考去解决你们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方式有很多，有一些呢，我们是找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呢有时呢是通过学习，但是呢，你们呢是有一种的灵感，有一种的想法，那这个呢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你现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OK， 你们这个月份呢肯定是会有啦，因为你们有一个七煞的能量在那一边。好，这是壬水。那最后一个日主呢，我们来到癸水。癸水走的是伤官还有正官的月份。那我们通常看到这样子的能量组合的时候啊，又是代表没有什么好事情了。OK， 那对癸水来说，这个月份呢，有一点像少说话为妙。OK， 因为呢，伤官跟正官啊，代表的是一种对抗。OK， 但是呢，这种对抗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以一种意气用事，或者一种比较冲动，一种口头上的一种意见冲突啦。那我会觉得啊，癸水你们要问自己的是，值得吗？你值得为这个所谓的一个意见或者一个价值观而去跟另外一方啊起这个冲突吗？然后你愿意去承担任何接下来所会带来的后果吗？那如果你回答是跟是的话，那当然可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我来说啊，这种有时候这种的冲突啊，它会让你去思考你自己真正坚信的一个理念，你坚信的一个事物啊，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挑战，没有这个所谓的对抗，我们的真理啊，我们有时候会说真理啊是越辩越明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愿意去跟另外一方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去做这个辩论，去做这个对抗的话，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啊是值得你去做的，那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啦。那但是呢，如果只是纯粹一些很小的事情，可能呢是你在路上不小心碰到一个人，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你碰到我，你不要走远一点或者闪开这样子，然后你就跟那个人去吵架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完全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的。所以呢，我会讲，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就要尽量让自己少说话，尽可能呢，如果你真的想要骂这个人，你要生气这个人的话，那也等到你回到家，你去对着镜子或者对着那幅墙去骂会更好啦。OK， 那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啊，都是来到这个时候，它去显化或者它去出现在你的生活的时候啊，你要去问我们到底要让这个能量去影响什么事情。
我们要让它影响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吗？就是说它没有带来任何长远价值的事情吗？还是呢，你要让它带来影响，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成长，对你未来发展会有影响的一些事情吗？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去利用每个月能量的一个方式啦。好，所以呢，癸水记得不要屁股痒，要去乱的去骂人啊。OK， 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甲戌月会有的一个情况，还有啊，大家可以怎样去利用，更好的去利用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月份啦。那大家日主是什么呢？然后你们有什么计划，都欢迎在下方让我知道。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啦。那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